2018年，各大电视台开始走向下坡路，不少大制作的热门电视剧皆开始选择了在网上抢先播出。《延禧攻略》是网络首播，《江夜》是网络首播，《如懿传》也是网络首播。显然，各大厂商也知道电视机已经成为装饰，手机才是年轻人的主。在2018年，算得上热门的上新剧，满打满算也不到10部。2018年8月2日，杨紫主演的《香蜜沉沉烬如霜》在江苏卫视首播，并在优爱腾同步播出。上新剧中现象级的电视剧，哪怕你没有看过，但肯定也听过这部电视剧。该剧改编自电线的同名小说，讲述了鲜花神之女锦觅与天地之子续凤3世轮回的恩怨痴缠、守望千年之恋的故事。古偶加奇幻的组合，那一段时间相当受年轻人欢迎。但电视机的主要观影群体已变，单论收视率的话，《香蜜》却还是比不上这两部电视剧。娘道网上评分虽然只有 2.5， 但当年却以 1.54 的收视率位列年度排行第2名。娘道是由郭靖宇担任总导演并编剧的作品，该剧以民国初年的山西为背景，围绕孝兴大户人家龙家，讲述了英娘和她5个孩子的故事。2018年9月5日，此剧在北京卫视、江苏卫视首播，吸引了一大批中老年观众，但剧中所宣扬的旧社会思想与当今主流价值观不符，被网友划入了烂片的行列。这个儿子比他2个姐姐长得大，不好受，让他们拿刀把我肚子豁开，把孩子拿出来。当年的年度收视冠军评分同样也不高，靳东、江疏影主演的《恋爱先生》于1月12日在东方卫视、江苏卫视首播，讲述了陈浩、张明阳、邹北业3个遇到不同情感问题的男人，经过一番努力后，最终他们都找到了合适自己的另一半，同时也收获成长的故事。网上评分只有 5.9 分，但以 1.56 的平均收视率压娘道一头，排到了第1名，1点几的收视率都能拿冠军，足以看出2018年开始电视台是真的不行了。不过当年的上新剧中也有几部收视率也许比不上前面，但口碑却足以碾压的电视剧，《大江大河》就是其一。2018年12月10日，《大江大河》在东方卫视、北京卫视首播，正午阳光出品，孔笙执导，王凯、杨烁、董子健3男主电视剧。根据阿奈所著小说《大江东去》改编，讲述了1978到1988年间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以宋运辉、雷东宝、杨巡为代表的先行者们在变革浪潮中不断探索和突围的浮沉故事。一部制作精良、演技出色、剧情精彩的作品，只是不知道第3部到底什么时候回来。我们这代人面对忽如其来的社会变革，终于无法再安于现状，囿于贫困。即使再胆小安稳的人，也不得不想方设法跟上发展。同样出自正午阳光，赵丽颖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于2018年12月25日在湖南卫视精英独播剧场首播，改编自关心则乱的同名小说，通过北宋官宦家庭少女明兰的成长、爱情、婚姻故事，讲述一个家宅的兴荣，古代礼教制度下的女性奋斗传奇，近些年最好的宅斗剧之一。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2018年还有一部引起广泛关注的电视剧，陈思诚主演的《远大前程》于4月1日在湖南卫视精英独播剧场首播，讲述了洪三元初来上海追求自己的远大前程，结识了一群想要改变旧时代动荡不公现状的有志青年，为了民族和命运的变革，一起谋划国家远大前程的故事。换个男主，此剧评分绝对在8分以上。南小姑，北老九，13太保无敌手。洪三元，上海滩何时出现了这样一位高手？2018年，2部国民级的玄幻网络小说也被改编成电视剧，《舞动乾坤》和《斗破苍穹》，分别于8月7日和9月3日登陆东方卫视和湖南卫视。虽然2部剧都成了观众吐槽的对象，但也开启了男频玄幻小说的改编热潮。再说网剧，近些年来电视剧的播出逐渐形成了先网后台的方式，即部分上新剧集在网络平台抢先首播，后面才登陆各大卫视，牺牲了电视台的收视率，但却取得了空前的热度。2018年，《延禧攻略》就是其中最具代表的一部电视剧。该剧于7月19日在爱奇艺独家播出，9月24日在浙江卫视上新首播，讲述了宫女魏璎珞凭勇往直前的勇气、机敏灵活的头脑、宽广博大的胸怀，化解宫廷上下的重重困难，最终成为相助乾隆盛世的孝仪纯皇后的故事。现象级电视剧之一，吴谨言就此走红。之前是如
周迅、霍建华主演的《如懿传》也是一样的播出模式。2018年8月20日在腾讯视频独播，同年12月25日在江苏卫视、东方卫视上新播出。该剧改编自吴雪兰小说《后宫如懿传》，讲述了乌拉那拉如懿与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一生从恩爱相知到迷失破灭的婚姻历程的故事。听说是《甄嬛传》的续集，但评分却是天差地别。同样是男频玄幻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网剧《江夜》却足以把斗破和舞动吊起来打。该剧改编自猫腻所著的同名小说，于2018年10月31日在腾讯视频播出，讲述了大唐边君临缺带着小侍女桑桑来到帝都，为了给自家冤案昭雪，经一番努力考入至高学府书院，步入世间强者行列的故事。虽然没有大明星，主角演技也稍显稚嫩，但对原著的还原、服装的质感以及剧中特效，基本上算是近些年来最好的玄幻剧了。2018年的热门网剧还有朱一龙主演的《镇魂》，杨紫、任嘉伦主演的《天机之白蛇传说》，夏雨、乔振宇主演的《古董局中局》等等。网剧的兴起带来的是电视台的没落，不少人最后一次看电视，貌似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